把大灯关了。卢警官，我们是山寨救护站的，来的路上正好遇到送我费的车，还把我们先把大灯关了。什么？先把大灯关了。好。小唐，灯关了，灯关了。你们是救助站的？对，卢警官，我姓马，救护站的卫生员。这是受伤的同志吧？小唐，快，把这个同志抬上车！先别动！来救人都不带给担架吗？卢警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来的时候没有车，这么大的雨，我们拿担架也不方便。你都不问问我，他受的是什么伤啊？没错，我确定，我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手下那么多人你不带，你干嘛非让鲁南跟你一块去呢？当时在瓶口有乔正的 DNA， 这件事情原本就很奇怪。但是呢，又没有指向什么明显的犯罪。如果那个时候消息传出去，很容易引起凭空揣测和风言风语。所以我想着让鲁南陪我去最合适了。我只是想找他聊聊。聊可以啊，你打电话让他来不就是了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没接。你怎么知道他在那栋废弃大楼里？行，知道了。在哪儿？静宝区。这周围有什么？有几个待拆迁的小楼。你为什么要去静宝区那个废弃大楼呢？因为徐慧文给我打电话，约在那里见面。徐慧文给您打电话这事儿，你怎么不先通知我们呢？因为没人告诉我你们在搜捕他。把这个记下。他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还走投无路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有重要的消息要透露给你，但是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。既然是吴队要你陪他去，你又为什么没跟他一起进去？他应该区分你们吴队，是他说他自己先进去看看，让我在车上等他。那你为什么又进去了呢？徐慧文的2部手机，一部扔在出租车上，另外一部封在一个闪送包裹里。他拿哪个手机号码给你打电话呀？这个号。
上面有试卷，这是座机号吗？ 9字头的，是不是网络不好？你应该打过呢。看通话记录。我一到就给他打了，没打通。既然你没有直接联系上乔政委，你仅凭一个定位，就摸黑跑进去，这不是轻身犯险吗？你干嘛让鲁南跟你一块去呢？我也是怕事态发展到什么我说不清的地步，所以让鲁南去，这好歹有个见证啊。至于为什么我自己进去，我当时没多想，我就想着在1对1的情况下，乔政会更放松，很有可能会更加坦诚。吴队跟乔正在1楼都没有发现徐慧文的尸体，怎么偏偏被你发现了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吴队呢是从大楼的这个方向进去的，而我呢发现了玛莎拉蒂之后，是从大楼的另外一个方向进去的。徐慧文的尸体离我进大楼的方向很近。你看到他的尸体之后呢？之后我就看到了乔正。乔正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徐慧文吗？如果乔正没有发现尸体，那就说明他来的时间跟我们一样，晚于徐慧文的死亡时间。在之后，吴队就出现了。我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？为什么擅自下车？我本来只是想在车周边溜达溜达，看看周围环境，毕竟这儿挺诡异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那辆紫色的玛莎拉蒂，也就是说，这儿很可能不只有乔正，还有其他人。那你可以给我打电话，你就这么贸然进去。再说了，一个徐慧文又不是我对付不了。我只是发现车了，我怎么知道车里面坐着谁，到底有几个人啊？再说了，我进去也是为了协助你啊。我怎么觉得是你不信任我？信任你。那乔正呢？也相信。除了她是乔少廷的姐姐，你对她除了还有什么了解？刘白是你老公之外，我对你了解也不多呀。但这并不妨碍我相信你。这徐慧文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不好说，现场勘验的结果得明天才能出来。为什么呀？那个地方的电力被掐断了，楼里这么黑，怎么完成勘验啊？现在只能把现场封锁了。可以借一些照明器材用吗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今天队里有重大行动，人手本来就吃紧。再说了，这灯借来了，天都亮了。那验尸呢？尸检能不能帮助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？除非有非常明显的防卫性伤口或打斗痕迹。如果徐慧文只是从高空摔下来，验尸最多能证明她是被摔死的。哎呀，这再说了，这验尸结果不也得等明天才能出来吗？借。吴队，问完了。不灵，不对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徐慧文的死有鲁南什么嫌疑？傅玲，您放心，跟其他人比起来，我嫌疑最小。是他说的这样吗？该帮的不该帮的，
我们都忘了，上天入地无所谓，出生入死也认头，可别到了最后啊，自己都摘不干净。鲁南，我们走。老傅，不是，老傅你就到这儿，有什么案件复核上的托付，张刀交智会跟你们沟通的。鲁南只是来帮忙的，我不能说最后把他搁在这儿吧。再说了，这件案子他又不是成万人，我也无权要求他继续留下来。副领，要不然咱们再待会儿。啊？我算了一下，咱们最晚10点多离开这儿，应该就会赶上最后一班去京城的火车。你是管协是管软硬了？我是觉得目前这个状况，如果会影响到田阳死刑复核案的结果的话，那我觉得他就不完全算是个闲事儿。我想等张涛和焦志来了以后，跟他们核实一些情况，然后最终给出一个完整的结果。吴队，你是不是也倾向于徐慧文是他杀？我是觉得，不管徐慧文是他杀还是自杀，他的死都很可疑。那如果是他杀，你觉得动机是什么？灭口？谁灭口？是陈曼集团还是李梦琪？我问过江笑了，应该不是陈曼的人动的手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陈曼还有徐慧文之间的关系。有道理，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李梦琪。你的意思是，徐慧文和李梦琪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李梦琪可能已经死了。小郑，要不要吃饭去？我这儿有饭卡。我可以走了。你没戴手铐，门又没锁，外边又没人看着你，你不是嫌疑人呐。你这饭挺好啊，有菜有肉的。你真不吃啊？那你徐慧文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说他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还是说他知道谁是李梦琪啊？他只说我要想找李梦琪，就一个人去见他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总有种感觉，这个李梦琪啊，很可能已经死了。不可能。徐慧文话里话外，更像是他会把李梦琪交给我。你这么肯定啊？你好像很希望这个李梦琪还活着，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吗？乔正，田阳和徐慧文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一个是案件嫌疑人，另一个是嫌疑人家属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为什么徐慧文从田阳的口袋里找到的半瓶漱口水上有你的 DNA 呢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不怎么用漱口水。那你用眼霜吗？想起来就会用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，哎，那个欧珀尼那个牌子你会用吗？我什么牌子都用。不对，你也用眼霜吧？吴队在3楼发现了徐慧文的挎包和她身上的东西，这是无人清单。知道了。啊，这个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乔正，我们局的领导已经跟你们领导联系过了，你们领导的意思很明确。首先，你这次来南京并不是公派；第二个，明天现场勘验结束之后，如果你能彻底洗清嫌疑，我们会派人送你回江州。你们领导要求你回去之后就尽快向他述职。第三，从现在到排除之前，你不要离开这个院子，我们会给你找今天晚上休息的宿舍，希望你配合。这算是对我强制措施吗？不算。不过你们领导也说了，如果说你拒不执行的话，
就拿你当一般涉案公民对待。不对，我也有个疑问。你说在那瓶漱口水上验出了我的 DNA， 我怎么能知道，在整个过程中，那瓶被作为物证的漱口水没有被污染过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，这是你的地盘，你想怎么查我都行。谁来监督你呢？乔正啊，不只是漱口水上有你的 DNA， 你在江州从警10几年，9年以前突然离职，2年以后又回到江州支队，并且获得提拔。在你离开的那段日子，刚好是刘凤军被田阳杀害，李梦琪失踪的时候。你查我人事档案？不用我查，你们领导发给我的。不过你离开的那2年到底去了哪儿，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我爱人那2年出国工作，我跟他去国外了。真是令人信服的解释啊！车钥匙呢？什么钥匙？那辆玛莎拉蒂如果是徐慧文开过来的话，那他身上为什么没有车钥匙呢？也有可能车不是他开的，或者落在现场的某一个地方了。也可能是在杀害徐慧文的凶手身上。呼叫吴队，说，您看在哪里布置抓捕预案？楼下院子里集合。收到。乔正，等今天晚上抓到陈曼之后，咱俩再慢慢聊。吴队注意安全。不好意思，我同事到了，我得去跟他们照一面。对了，那个小郑，我想去洗个手，你能借我你那个护手？算，我也甭绕圈子了，我就是想看看你那个护手霜，就是那个雪花膏味的那个。谢谢啊。贵的、便宜的，哼，原来都是一个味儿。三爷、老九，你们终于来了啊！辛苦辛苦。老大啊，我跟他们俩也嘱咐的差不多了。吴队他马上就抓人，这后面也没你什么事了。你要急着回金港，那就回吧。不是领导，那个隔壁就是预审和看守所，田阳就羁押在那儿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俩不想提讯一下田阳吗？我们不用了。哎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随时可以再提讯他。那你们肯定缺个笔录，正好当年在市检2分院我就干过。田阳，你之前跟我们以及公检机关陈述的是，你和李梦琪在红星大院同居。是啊。李梦琪在那里租了房，你也就另租了房。你们既然同居了，为什么要分开租房？那为什么？他往回带人方便呗。李梦琪婚前的情况很复杂，她做过陪酒女，出台的那种，还被戒毒所抢着了没收。田阳，你平时跟李梦琪到底住不住在一块儿啊？有时候住一块儿，有时候他跟别人睡。别推我！那你跟徐慧文结婚以后，你们俩住在一块儿吗？大城市，大城市！啊，我是说你们俩是在一个房间睡吗？
是啊。是吗？你确定？嘿，那你说的好像跟徐慧文说的不太一样啊。我嫌老田打呼噜太吵了，偶尔也住这屋。有时候他嫌我打呼噜，就去跟孩子睡了。所以孩子出国以后，你们俩就彻底分房住了呗？那这么看来，你是真的不太喜欢跟人同住哈？你也是法官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天阳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徐慧文的真实身份了。他也被抓了？很不幸，他死了。你和陈梅一直拿我当傻子，你没受益啊，你没挣钱啊，你他妈装什么装你？我要是把你的事说出去，咱们一个都没有了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你一点都不难过吗？天阳，就算演戏，你好歹也装出点悲痛的样子吧。否则的话，不管是作为斯塔瑞的法人，还是作为徐慧文的老公，你这都有点显得过于摆设了吧？啊？我再问你，李梦琪到底在哪？他说过了，我们分开之后就没联系过。好，那我换个问法，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我再说一次啊，我跟他分开之后就没联系过，应该活着呢吧？9年前你们俩也算是亡命鸳鸯啊，就算是分开了，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那为什么你被捕的时候，办公室里还留着他的信物呢？那东西我们也鉴定过了，真东西，这价格正经不便宜呢。女的嘛，不都喜欢带钻的东西吗？你说的那个带钻的东西是这个吧？是这个耳环。当初他说他喜欢，我就给他买了。后来我们分开了，我当然得要回来。这么贵的东西，凭什么让他拿走？所以你把这东西要回来，是因为它值钱，跟你惦不惦记它没关系。我凭什么惦记他？从江州到南京，对你不离不弃，这话倒是像是写给情人的啊。这就有意思了啊！哎，天阳，你在撒谎啊！这个东西呢，它不是个耳环，是个钻戒。而且也不是你买给李梦琪的，这是人李梦琪的老公求婚的时候买给她的。李梦琪是8年前结的婚，7年以前失踪的。在失踪之前，这个钻戒她一直是戴在身上的。如果像你说的，你之后从来没跟她联系过，那这个钻戒是怎么到你手上的？只有一个人，这只耳环应该就是李梦琪的。他没杀李梦琪。根据咱们卧底警员提供的情报，陈曼飞机落地的同时，走私团伙的各个成员会分别从东江港、北坞。有事儿，前面等你。洪家堡
丁字沽、小南楼向工业新区汇合。我们的行动呢，最主要分成2个部分：1队、2队去机场，和布控在那里的兄弟单位展开联合行动；3队、4队去工业新区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人民公，什么？干嘛呢？哎，这是你带我去找乔正那车吧？这是徐慧文玛莎的车钥匙吧？是吗？我在车座位底下发现的。是吗？我看见了，他就是在这辆车的座位旁边找到的。今天的行动马上就要收网，我劝你们2个人不要在这自讨没趣。怎么？你以为在南京就没人我管得了？没有见过这个车钥匙。二位，先别着急撕啊。那个，乔正是我找来的，这把车钥匙也确实是我在这个车座位底下发现的。啊，当然了，吴队说了也没错，他应该是没见过这车钥匙。那谁放的？你先别着急，乔正，我得先告诉你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，李梦琪应该早就遇害了。没错，李梦琪遇害的时候，田阳应该就在现场。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。可据田阳供述，他和李梦琪是情人。9年前，他们都在红星大院租房同居。对，但他们不是同居，他们是邻居。有时候住一块儿，有时候他跟别人睡。你好，杨哥，这么晚还忙着呢。呀，李梦琪啊，在风月场所混了几年之后，调到了金龟婿，算是从良了。我推测，正是因为她嫁入豪门，所以才被眼红的昔日邻居所杀。是田阳杀了他。请问这是什么？我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一枚戒指。在询问李梦琪丈夫之前，我也以为是枚戒指。是的，因为它的确就是枚戒指。这是李梦琪的丈夫在向她求婚的时候送给她的，但是在婚礼上她又收到了一枚更大的，有5克拉，但是她舍不得冷落这枚，所以就把戒圈给磨细了，当成耳环戴。这个物证，包括我的同事去江州取得的信息，所有的这些，都只能在附卷里才能看到。对于只能看到正卷的人来说，这个就只能是枚戒指。但是在几个小时之前，有一个人第一次向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就跟我说它是只耳环。只有一个人，这只耳环应该就是梦琪。怎么了，陆芳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无法看到附卷，但居然和我们掌握同样的细节。他之所以会认为这是只耳环，是因为就是他杀了李梦琪，并且把这个从他耳朵上摘下来。这个人，才是从江州到南京对田阳一直不离不弃的那个人。李梦琪只要1天没有归案，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。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，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，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。那也要有人去替田阳争取个公正的结果，这才是法律的正义。
田阳。哎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你看着我！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要不相信我，我在外边，我为了什么？啊？我做这些服务意义？你给我一个答复！你告诉我，你拿起来说话，告诉我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太让我失望了！咱们俩才能活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回事儿。你们俩来往那些东西，平常都收着呢，只不过是在外面找了个地方悄悄藏起来。